我在豪门王家生活了18年，亲生父母却找上门来。所有人都认为真千金多才多艺，温柔善良；假千金不学无术，一事无成。都想看我被赶出豪门后，回到山沟沟过的凄惨才好。谁知道我哥哥开的是300W 的奔子，亲爸是清大教授，豪门王家跪舔的顶级大佬，更是对着我爷爷点头哈腰，而我只想自己努力。爸妈，王念的亲生父母真的要来接他。你管这干嘛？等会儿要用的钢琴曲你练熟了，到时候你奶奶的朋友要从京师过来，他可是仁义的教授，国家级钢琴大师。你表现的好点，回头你奶奶帮你撮合下，你去京师上大学的事就稳了。我已经在练习了。爸，你说姐的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啊？他亲生父母前天就说要来，今天才到，该不会买的火车票坐了2天1夜的火车，从山沟沟里赶过来接人吧？难道不是吗？雪雪，上周他污蔑你的事，我还没找他算账了。本来就不是我家的孙子，要不是雪雪你小时候体弱，需要书的写他真好符合，我才不会同意你爸收养他呢。妈，你少说2句。哼，奶奶说的本来就是，他们买得起飞机票，哪能现在才来？别是穷光蛋吧？好了。念念，你东西收拾好了。对。姐。哼，雪雪在跟你说话，你听不到。奶奶，算了，姐姐心情不好，我没关系的。哼，果然不是王家的孩子，教了10多年，还是改不掉骨子里小家子气。那，王念，这是1万块，你拿着，回到你爸妈家好好听话，这些钱你留着买衣服，以后读书也可能用得上。我了解过一点点，你的亲生父母好像姓江，漯河县人。虽然漯河县是全市数1数2的贫困县，但是你父母是老师，肯定不会太差的。东西拿完了吗？你10岁生日，我给你买的那条项链，你可以戴上，那是我买给你的礼物，送你就是你的了，戴上也没关系。是啊，姐，爸送你了，你就戴上吧，以后也许用得上。那条项链我放在房间的抽屉里，你们不放心可以去找。除了我自己买的笔记本，王家的东西我一样没拿。此话一出，在场的王家人面子都有点挂不住，纷纷变了脸色。姐，爸妈和奶奶没这个意思，你太敏感了。我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就算你找到了亲生父母，你也是我姐，我们都希望你过得好。你不要项链，爸给你的那1万块，你还是拿着吧。漯河县和绕城不一样，要用钱的地方还多。是啊，钱你拿着。不用了。我家里人到了，我先走了。果然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你们白养了他10几年，临走了，人家连喊都没喊你们声。奶奶，姐她可能太想见到亲生父母了，可惜她的亲生父母估计是连别墅区门都进不来的穷酸人。对了，姐姐刚说她只带了笔记本走，我看她背包鼓鼓的，不像是只装了笔记本。哎，算了，我们好歹养了他10几年，他想带走就带走吧，反正我们家不缺那点钱。他走了也好，本来就不是我们王家的种。雪雪，你以后别叫他姐了，那种人不配当你姐。快去换衣服吧，一会儿到了水蟹轩吃饭，你要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李爷，感情不是你妹妹，你不着急。本来我前天就该到了，你非要我去临时接你，硬是耽误到今天才来。刚我家老头子打电话过来问罪了，跟我下了死命令，晚上还不能把人带回去，就让我以后也别回去了，他自己来接人。她也是我未婚妻。叶家在京市这么大的家族，怎么会找我家这个小堂妹啊？搞不懂，小堂妹无论各方面平平无奇，和李爷只怕是不般配。出来了。好像是我妹，我下去看看。我操！雪，我在豪门王家生活了18年，亲生父母却找上门来。我丢！我妈早前说起过二婶，年轻时长得比现在娱乐圈里有些女明星还漂亮，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这会儿我是真正相信了。Nice。
操，王家那群人真把你赶出去了？那群人真够恶心的呀！以前要利用你给你那个便宜妹妹吊命，平时就虚伪的拿亲人的身份道德绑架你，一看你没有利用价值了，转头立刻一脚把你踹了。要不是你，王雪那活不过20的短命鬼的病能好？不管怎么说，王家养过我，治好王雪的病，算我还他们人情了。以后我和他们两不相干了。你这些年帮了王家多少，你心里没数啊？要不是你在，王建民以为他凭什么从绕城把生意做到京城？凭他是个傻缺。还有你那个妹妹，以前没少让你给她补课，他们家一家人杂七杂八，从你这里占的便宜还少了。他们没把你当成过家人，还好意思那么利用你，脸皮是太白金打了吧？什么时候补了语文，这都知道了。老子一直知道。我家里人来接我了，先不跟你说了，挂了。你还真要找你亲生父母？唉，叶落都有根，我起码要知道我从哪里来，是谁。好了，不说了，挂了。念念是吧？我是你堂哥罗真，你叫我二哥就行。这张脸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你好，我是王念。爷腿脚不方便，坐不了飞机，所以让我过来接你。他坐的动车，晚点到。你爸和我爸妈在水榭亭订了吃饭的地方，大概已经到了，我们先过去。念念，我车上还有个朋友，他等下会跟我们一起吃饭，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外面热，先上车。这台奥运之前在 4S 店看过，裸车300W 起。王建民前年换的那辆宾利也才500万，我爷爷到底是什么人？念念，这位是李文博，我的朋友，你叫他李哥哥就行。李哥哥。王念，你怎么在这里？我给你钱，你却不要，还以为你有武器，没想到追到这里来了。念念，我和你妹还有你奶奶，没人赶你走，是你自己在网上挂出信息要找你的亲生父母，人已经找到了，你不跟着你父母回去，又来闹什么？你是不是想明白了，还是想拿着那1万块？不好意思，卞小姐失陪了，走吧，罗爷爷在等你了。怎么回事？我今晚订到这里是找了不少关系，订的还是一般的隔间。王念刚刚跟着那个年轻男人进的却是包厢，怎么可能？奶奶，你听到那个人刚说的话了吗？他好像说姐的亲生爷爷在那个包厢里，可是乔念一家子不是山坳坳里的乡下人吗？怎么会订得起水榭轩的包厢？傻孩子，应该不是，不要自己吓自己。你就是念念，好孩子，好孩子，这么多年，爷爷总算找到你了。我真怕我等不到你就先去了，如果没找到你，我到了地下有什么脸跟你妈交代？爷爷，你别难过了，我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对对，会好的。假模假样，真当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念念，这个是你爸爸罗锦，现在在清大教书。爸。那个是你二伯二婶，还有你姐姐仙柔。你二伯在外面做生意，仙柔和你差不多大，他哥哥你见过了，就是罗真。念念你好。二伯二婶好。肚子饿了没？还没吃中午饭吧？来，先吃饭。宗姐，让服务生上菜。念念，听说你休学了1年，你快上高3了吧？想好上哪所高中没？有没有喜欢的学校啊？还没想好。考不上高中就考不上，还没想好。爷爷也真是的，还问他喜欢哪所学校，喜欢就能上吗？绕城一中不错。绕城一中，京市人多眼杂，念念就这么的回了京市，我未必能护得住他。绕城一中是不错，教学质量还可以。念念，你怎么想？随便吧，我无所谓。那就绕城一中。你二哥在绕城有房子，高中最后1年，除了学校外，你可以暂时住在他那边。罗真是在外面有单独的房子，可老爷子这么明晃晃的把人安排到外面，是几个意思？防着我们？我也会留在绕城一段时间，可以帮着照顾他。
我在豪门王家生活了18年，亲生父母却找上门来，所有人都认为真千金多才多艺，温柔善良，假千金不学无术，一事无成，都想看我被赶出豪门后回到山沟沟过得凄惨才好。谁知道我哥哥开的是300W 的奔子，亲爸是清大教授。多谢唐夫人，我孙女的事就拜托您了。黄老夫人，我能帮上忙的情下，我一定帮，您就放心吧。那真的是太感谢夫人您了。哥，王念姐一直认为是我拆散了你们的感情，但是我真的没有，咱俩是真心相爱的，对不？要怪也只能怪他没本事，哈哈哈。是的。王念，罗老，您怎么在绕城？罗老，话说绕城的圈子分369等，我们王家一只脚刚踏进这个圈子，非要算最多在第9等，而罗家却是圈子里面的顶流，其他的任何家族都比不上罗家，而更厉害的还属罗老爷子。难道真的是他？是唐夫人，久违了，我回来接我孙女。孙女，就是这位小姑娘，模样长得真好。小孩子家的模样不重要。念念，这位是唐奶奶。唐奶奶，哎呦，念念真乖，我不知道你爷爷今天带你在这里吃饭，知道的话肯定好好给你准备个见面礼。这个串珠我带了几年，是我前几年去普照寺找悟明大师开光的东西，你不要嫌弃。我操！姐他爸妈不是洛河县的人，唐奶奶怎么会认识？而且唐薇那个态度，不只是认识，甚至对王念身边的老头还透着一丝刻意亲近。王念他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看念念的年纪，在读高中了吧？在哪儿读书啊？绕城一中吧，之前他休学了1年，只有重新选个学校。我问了他，他觉得绕城一中还可以，就暂时让他留在这边上学。绕城一中，王念要去绕城一中上学。想当初他考高中时，家里费尽心力才拿到绕城一中上学的名额，对方却轻飘飘一句话，巨大的落差感让他神情都恍惚了。刚才那个老爷子是谁呀？哦，你说罗老，一个老朋友。什么朋友啊？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平时很少走动，就没特意提起。唐薇和黄静怡关系不错，但乔家毕竟够不到绕城真正的顶流上流圈，他便不好把对方的身份透露给不相干的人知道。算起来，罗老还是我半个老师。他爱国画，罗老爷子是国画大师级别的人物，他曾经求教过对方几次，叫一声半个老师不过分。王念家那些穷亲戚是洛河县来的，只是对方当老师当得不错，应该在当地小有名气，肯定就是个乡下较为出名的老师，但是逼钱没有。我之前就听说他有个亲孙女走丢了，一直没找到。后来听说罗老是在网上找到的孙女信息，那个女孩把信息挂在网上，可见那家收养她的那家人对她不怎么好，也不知道那家人以后会不会后悔。不就是个老师，有什么好后悔的？老师，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念念，怎么了？是不是有东西忘记拿了？没，爷爷，我等下想去个地方。想去哪儿？我让你哥送你去。爷爷，我晚点有个新闻发布会，二哥都答应了要送我过去。罗仙柔作为美女学霸，在娱乐圈小有名气，还没毕业已经演了不少电视剧，在京市都小有名气。让司机送你不行吗？爷爷，我和二哥一早说好了，让司机送念念去吧。不用那么麻烦，我自己打车过去。那怎么行？文博，你有没有时间帮我送下念念？罗仙柔当即面色微变，他非要罗真送他，重点不在罗真，而是和罗真一起比文博。爷爷，文博哥哥那么忙，肯定没时间，要不还是让二哥送他吧，我自己打个车。你刚不是还说你二哥跟你约好了？文博，你有空吗？有空，我送他吧。文博哥哥，你才从林氏回来，肯定很累，还是让二哥送王念吧。是啊，文博，让罗真去送吧。你不是3天没睡好觉了？实在不行，你先回去休息，我送念念。不用了，我的人我送。想去哪儿？好吧，既然这么想送我，那望江南路。上集，李文博将王念送到了望江南路。谢谢。要不要我陪你进去？不用，我自己进去就可以了。
那李哥哥，我先进去了。这不是城南的黄金地段。罗真之前说，王念之前的养父母家里有点小钱，但对他就很不好，连好一点的学校都舍不得让他去读。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甚至看样子像经常来。怎么了？李爷，小少爷不嫁。什么？王小念刚为什么一直挂我电话？在吃饭。姐，你见到他们了？是什么样的人？接触不清楚，我只看到我生父，我亲生母亲似乎已经去世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我会查。剩下的，爷爷他对我很好。爷爷，你真要留下来去查你的身世？叶落有根，我起码要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那你接下来呢？跟你亲生父亲回洛河县。他们是绕城人。绕城人不是说你的亲生父亲是洛河县的人？具体我还没弄清楚，王建民告诉我的，他们是洛河县的人，但是好像不是。这个月的样子。好嘞，这次还蛮准时的嘛。谁能想到被扫地出门队的大小姐，居然是这个华国数一数二的炼药师，炼出的药可以调理根骨，延年益寿，神清气爽。真想不通，这种药在黑市问世，各大势力都想占为己有，每个月黑市上只拍卖3颗，然后每一次拍卖都会引起不小的风波。少说屁话，要不是你之前帮过我，我才懒得帮你呢。对了，有人在查你，京师那边的追到绕城来了，好像有个极有身份的病人，想让你看看。没兴趣。人都追到绕城来了，对方有备而来，似乎查到你不少资料。不见，你帮我摆平。龙天是做地下生意的，绕城这边的黑市都在他名下，甚至势力还延展到了京市那边。他和龙天算是机缘巧合认识，龙天帮过他一次，所以王念才会这样给他。OK， 那我就先走了，有事电联。有人掉下水了！天哪，有人掉下水了！我刚看到一个小孩子，好像去捡东西，滑下去了。谁会游泳？雪雪，我记得你暑假报名学过游泳班。小姑娘，你会游泳，太好了！那孩子快被淹死了，你救救他吧！王雪望向水中的小孩，立刻蹙起秀眉，恐惧席卷全身，水眸飞快闪过线。我只在暑假班学过几天，水性也不好，下去不一定能把人救上来。不然我叫富哥哥过来吧，他也在附近。嘿！王念，雪雪，那不是你姐吗？王雪家出了个假千金的事，绕城一中的人都听说，还听说假千金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了，是个洛河县的穷老士。王念梅跟着回洛河县，怎么跑这里来了？再动我就揍你！雪雪，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雪雪，你姐跳下去不会有事吧？谁跳下去了？姐她跳下去了。我本来说下去救人，可我游泳技术一般，医生又说我不能受凉，所以就想着给你打电话，没想到姐她跳下去救人了。你说王念跳下去救人了？我以前没听说过他会游泳。人背就起来了。要不要过去看看？也不知道姐怎么样，富哥哥，我们过去看看吧，万一我能帮上忙。我就起了失足落水的小孩，却被岸上的众人污蔑，我直接隔空针灸就醒了起来，狠狠打了他们的耳。那孩子脸都冻青紫了，怕是没救了。好可怜，看年纪好像才5、6岁，那么点小就淹死了，家里的人该多伤心呐。救护车还没来呢。我刚打了电话，前面路口交通管制，起码半个小时才能开进来。岸边围观的人把里面围成一个圆圈，叽叽喳喳的商量个不停。姐在干什么？她在给那个孩子做心脏复苏，一种急救方法。姐，她什么时候学过这个了？别不是在电视上看了就学着乱来吧？那孩子还那么小，不如等医生过来。我认识市医院的人，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快点过来。要知道绕城的市医院可是3甲医院，在周围市区医院里名气都很大，平时挂个号都难，那里面的医生可不是谁都能认识的。小伙子，好心人啊！那是什么？好像是针灸。只见王念没有脱小孩的衣服，直接隔着衣服就开始了针灸。姐，她根本不会针灸啊，万一闹出人命。王念他在搞什么？你们懂得的，我早就学到了针灸之高治学，不用脱衣针灸就能治好病人，瞧好了。
这小姑娘怎么乱来啊？救人也不能乱来啊！救护车快来了，快阻止她！万一闹出人命怎么办？姐，她疯了！那小孩子还那么小，她干什么呀？富哥哥哥，王念，你别瞎闹了，快走开，等医生过来。能不能别那么多屁话，烦不烦？忽然，躺在地上声息全无的小孩子就跟呛水般忽然有了动静，蜷缩的身体剧烈反射，连同着肚子里脏水也跟着他咳嗽吐出来，还真有用。神了呀！这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懂医术。我说小姑娘，你们不愿意帮忙救人就算了，怎么还在旁边煽风点火？你们哪个学校的学生？我们又不会游泳。你身边的朋友不是学过游泳，也没见你们救人，就在旁边瞎比比。我家养的狗都没你们话多。王雪从小被娇宠着长大，何曾听过这种重话？她娇容煞白一片，咬着嘴唇，委屈极了。可惜老大爷不吃这套，连说了他们好几句才算了。也不知道救人的小姑娘是哪个学校的孩子，好孩子啊，勇于救人，不争不抢，我一定要给他们学校写个表扬信。富哥哥哥，我心口忽然好疼。雪雪，你没事吧？怎么会突然心口痛？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好痛。我带她去医院。小姑娘，你学过中医，我看你针灸的手法老练，不像新手。你的年纪应该还没上大学，是不是家里有人是中医师啊？你爷爷还是奶奶？不是，随便扎了2下，运气好而已。王念，李爷，小少爷没事，小少爷落水时间不长，又被及时救上来，只是呛水昏迷。先把人送到医院。王念，去哪？我带你去医院。救个小孩子，没多大事，不用去医院。别说了，走。都说了不用，听不懂吗？哼，我还要去我堂哥那屋子报道呢，拜拜，下次见。为了让我不能上学，养父竟然联系老师作假。可谁知试卷太简单，我轻轻松松100分直接进名班。王总，王雪高考后会直接保送人艺，是吗？那真是太好了。王总真是好福气，有个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雪雪在班上已是我们班的学习尖子兵等。明天开学早会，我跟他们说说这件好事。这还得多谢老师您呢。对了，陈老师，还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王总，你说雪雪是我得意学生，只要我能帮上忙，肯定帮忙。那孩子的成绩我知道，在以前的学校上学时就成绩一般，转到一中来读书，我怕他跟不上，反而耽误了他。再加上雪雪也在一中读书，两姐妹在一起难免互相影响。陈老师，你看，你能不能跟教务处那边说一声，给王念转校？转校生的事啊？怎么了吗，陈老师？王总，这个事情我恐怕帮不了你。怎么会？转校生的事是校长决定的。我听说转校生的家里人曾经为华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学校无权拒绝这样的学生。我一个小老师更是没资格说不让他来一中读书。奶奶的，不过是个穷乡僻壤的老师，没想到这么棘手。陈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样吧，王总，转校生入学肯定会有个分班考试，如果他分到 B 班，我想办法跟主任说一声，让他去别的班，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再多肯定不行。那行吧，挂了，有事再联系。爸，怎么样？我们班主任怎么说？你姐的爷爷是老教师，他还是会去一中读书，你在学校少跟他接触就是了。我估计他也考不上你们班，学校那么大，没那么容易碰到。一中环境好，就算姐只能读最差班，也比在漯河县读书好。哼，真是越穷越粘人，狗皮膏药都没他事多。第二天一大早，王念为了今天的升学考试，早早的就出了门。绕城一中是一所百年名校，每年都有考上清大和华大2所高校的学生，历届出的名人校友更是不少，可以说是绕城最好的学校。其中乔卫民新买的那辆新车在马路上格外扎眼。爸，那是不是姐啊？看背影好像她。别管他，反正他不会跟你读一个班，以后在学校碰到了你就当不认识。哼，也对，凭姐姐的成绩，顶多考个 D 班或者 F 班，再差点，指不定就到 S 班那样的垃圾班去了。王念同学是吧？我是王念，老师好。哦，好，你先坐一下。老刘，这个是新来的转校生。这学期学校就一个转校生，他到校长办公室来，应该就是他了。这个小姑娘长得不错啊，看着挺聪明，不知道成绩怎么样。成绩差，找关系转校的能有几个成绩好的人？反正我们班不收这种关系户。你说都高3临近高考了，成绩不好转进来干嘛？只能拉低班上平均分。是啊，
我开学资料整理完了，老刘你慢慢弄，我先走了。转校生都来了，你不看看他摸底考试情况？不了，我还要去班上开早会，宣布个好消息。是你们班王雪保送仁义的事，对吧？真好，学校贴吧上全是这件事的帖子，以后你就是大明星的班主任了，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同事啊！哈哈，我先走了。校长还没过来，你先在这里考，等你写完了，我给你批改。校长来了，好确定你去哪个班上课。行。王念拿起卷子，和他想的一样，全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题目，整个卷子看下来就2个字：无聊。这套题数理化、英语和语文都有，你有90分钟答题时间，不用着急，慢慢写，写的对比写的多重要。好的。老师，我做完了。这么快，你不检查一下？没必要。我100分通过了1中的考试，竟然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我入学的第1天就直接翘了课。王念同学，这关系到你去哪个班上课，你要慎重啊。我很慎重的做完了。好吧，我给你批改。教导主任表情凝重，盯着那张卷子左看右看，最后坐立不安的想。等下，我去看下监控。看监控做什么？选择题全对，填空题全对，全对。怎么可能全部做对？2个老师这下齐齐变了脸色。王念同学，你过来下。之后1中的贴吧突然冒出来个匿名帖，楼主吹吧，我们学校的考试题目那么变态，怎么可能满分？我们学校的题要有人能考满分，我直播吃翔。楼上 V5，万一出奇迹了，别担心不够，我友情赞助，赞助加1。学校贴吧最热门的第1名帖子就是校花王雪保送仁义，他正刷着最新评论，一边在王雪身边恭维。雪雪，你的帖子热度好高，不愧是我们1中的校花，关注的人好多呀。还好吧，大家关心的应该是仁义。这是什么？转校生摸底考试满分，王雪家那个假千金也转来了1中。赵静薇翻了好几页，一直翻到最后一个回复看完，瞠目结舌的拿着手机问王雪：“雪雪，你姐今天也来学校报道？好像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你姐成绩不好吗？学校贴吧里出了个帖子，说的转校生摸底考了满分，不会是她吧？给我看看。应该不是她，她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如果是她，当初她早就考上1中了，哪儿用得到转校？可能学校从别的地方挖了个学霸过来。”王雪的脸色白里透着青紫，她手指握紧了手机，恨不得把赵静薇的手机捏烂，看得赵静薇一阵心疼，又不敢问她要回来。王念，借过。贴吧上说的人居然真的是王念，他怎么会成绩这么好？哼，嚣张什么？你给我等着，以后有你好受的。卧槽，新来的同学长得也太漂亮了吧，把 B 班那个王雪都比下去了。新同学，你坐我旁边的位置吧，我旁边没人。你好，我叫沈青青，你是王念对吧？我在学校贴吧看到你的帖子了，你好厉害。谢谢，王念。送给你。什么呀？王念，你这个真的要送给我吗？好漂亮。一个朋友给我的，反正我不带，与其被我放在书包里，不如戴在更适合他的人手腕上。你拿着吧。谢谢，那改天我也送你一个小礼物。不用，你都送我礼物了，我不回你说不过去。你如果不肯要我的礼物，那我也不能收下这个。行吧。正好这个时候，班主任进来，走到讲台上敲了敲桌面。讲台上老师在讲着开学注意事项，忽然课桌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大佬，你等的货到了，1个小时后起拍，你赶紧来。不一会儿，老师交代完事项就出去。我等下有事要先走一趟，老师来了发现我不在，麻烦你帮我请个假。你现在要走？我翘课花100亿买了快递，结果却被2000斤嘲笑辱骂。你这100亿就这样打水漂了，不要心疼哦。姐，不要紧的，王念人傻钱多，100亿买了个废地，他还当成个宝了。那我说我能拿到填海批文呢，阁下该如何面对？念念，你总算来了，快走吧，拍卖快开始了。走吧。
这时大厅内出来2个女生，她们便是天河集团的大小姐和二小姐，而天河集团却是全绕城最大的手机加工厂。哎呦喂，这不是王家假千金吗？在王家骗吃骗喝10几年，哈哈哈！现在被赶出来了，你怎么来这儿呢？姐，你说啥呢？王家什么货色呀？连我们1根脚趾头都够不着的豪门，还好意思叫豪门？乐色赶乐色，好像不关我们的事吧？不好意思，有点事情耽误了。不过话说，今天的重点好像不是这个吧？谁能拿到今天的好东西，谁才能笑到最后。哼，少他妈得意！各位大佬们，接下来拍卖的是江南湾的地皮，这块地皮占地3万平米，起拍价5000万，5100万。我出1个亿。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我。一是一个刚被扫地出门的假千金竟然来参加这种高端拍卖，二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能喊出1个亿的天价。既然您这么快就看中了这块地皮，那我就不跟您争了。这块地皮潜力很大，您可一定要拍到手啊！就在此时，天河集团二小姐举起手来， 5个亿。全场的人几乎全部看向了天河集团二小姐，除了敬佩，也就还是敬佩。我说王小姐，你那1个亿是随便叫的吗？别当这是做算术题呢。看你全身那样，就算全部扒光给卖了，也不值500块呀。我们5个亿，吓尿了吧？我淡淡的笑了笑。8个亿。你瞎叫个屁！我10个亿，13亿，15亿，20亿。2个人直接连续报价，直到二小姐叫到90亿，所有人都像傻了一样的看着二小姐。王小姐，叫啊，怎么不继续叫了呀？王念，你可别上头啊！这几个娘们不安好心啊，肯定是想故意抬高地皮的价格，然后狠狠的坑你一下，你可别中了他的套。女人做事，男人少巴巴。我直接最后一口价100亿，你再加的话，那我也只能让给你了。没想到2个小姐竟然默契的笑了起来。王念，你是人傻钱多吗？加价，我为什么还要加价？你居然花100亿去买一块没有任何价值的江南湾，你就是最大的那个怨种。王念姐，实话和你说吧，我已经得到了内部的消息，你拍下的这块江南湾的地皮已经被绕城极坝海洋管理局定为保育区了，因为哪儿生活着一大群快要灭绝的玳瑁龟，是不允许任何商业开发的，懂了吗？蠢货！你这100亿就这样打水漂了，不要心疼哦。哎，你看这小姑娘得罪谁不好，偏偏去得罪天河集团的2个大小姐，这不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吗？你们这2个婆娘为什么如此歹毒？滚蛋！这里哪有你插嘴的份？你谁啊？真的是！王念突然大声的笑了出来，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如果我能拿到江念湾的填海批文的话，那这块地的价值能翻多少倍呢？突然全场瞬间一片肃静，随后着又是一阵呼啸。你是不是傻了？得知真相后有点神志不清了，真是笑话！你以为填海批文是批改作业吗？随便画一画就行了，真是好笑。那事到如今，咱们打个赌，如果我真的拿下了填海批文，那么我买地皮的那100亿你们给我付了；如果没有，剩下来所有你们想拍的东西，我给你们买单，怎么样？王念，你特么几个逼钱，就在这打肿脸充胖子。行，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没跟你赌。呵呵，那就一言为定。念念，你干啥？你这时候装傻逼啊！真的是要我看，咱们跑吧。好个呆！我今天开学课都没上，来这里我就是为了这个玩意，所以我势在必得。好吧，时候也不早了，那我现在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半个小时后，便有一位老年男子来到了现场。这位便是绕城极坝海洋管理局的陈局长。陈局，那边那位美女说她能拿到江南湾的填海批文，您认为呢？千金大小姐嘲笑我花100亿买了块废地，并请来海洋管理局局长和我对峙，谁料我的熟人是绕城副书记，他们瞬间吓掉了。王小姐，你好，我是绕城极坝海洋管理局的局长，我叫陈世美。我现在可以非常100个明确的告诉你，江南湾是保育区，是永远无法申请填海批文，请你不要再胡说。你要是再执意乱说，我将认定你为造谣，并且我们有权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来，开始你的表演吧，我有点急不可耐了。我瞟了眼陈局长。陈局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在昨天就已经退休了吧？所以您今天并没有参加官方召开的会议，对吧？你管我？这些是我的私事，跟你无关。您说的对，你的私事当然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保育区已经更换了，江南湾的玳瑁龟也将被集中管理，做珍稀物种。陈局，您的消息好像不怎么灵通啊。陈局长听到我这番话，瞬间怒了起来。你在瞎说什么？我告诉你，以我在海洋管理局的人脉，即便是我退休，我说的话依旧是指令。江南湾不具备填海条件，听懂我说的话了吗？陈局，您怎么？您昨天真的已经退休了吗？
而现在二小姐瞬间不淡定了，因为她昨天刚给陈局长送了不少礼品，可是没想到今天就出了这档子事。陈局长笑了笑，转头对二小姐说：“二小姐，您放心，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绕城极坝海洋管理局这边，我说的话还是很算话的。”陈局长，您说话这么嚣张，就不怕有牢狱之灾吗？陈局长一脸震惊，随后大声笑了出来。我仿佛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这时走进来2名叔叔，他们环视1周后看到了陈局长。你就是陈世美对吧？告诉你，我们接到举报，你在任期多次收受贿赂，并且多次的挪用公款，我们现在请你回去接受调查。所有人都惊呆了，当然最感到害怕的还是陈世美。你们是谁？哪个部门的？是谁派你们来的？真是嚣张！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是我派他们来的。伴随着声音，一位肥胖的中年男子从叔叔后面走了过来。陈局长看到了这位中年男子，瞬间就吓尿了。罗书记，您怎么来了？你们把这些家伙带回去。陈世美直接跪在地上求着书记。罗书记，您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我和您说，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叔叔架了住，而且边走边哭，声音越来越凄惨。而李书记一眼的就看到了王念。小姑娘，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一脸热情的走过来，拉住了我的手。我一脸惊讶，但是我努力回忆，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那天我救人的时候和我说话的老爷爷。当时在场的人那么多，我到现在都还没反应过来。真的没想到，竟然是你这个小姑娘，上次救了人马上就走了，我还说给你写个表扬信给你们学校了，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您别这么说，我也只是尽我一点绵薄之力。这姑娘到底什么来头？绕城的副书记对她如此热情。另一边，罗书记听到王念已经拍下了红海湾的地皮后，显示出了一脸惊讶。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念。你怎么会这么有钱，会想到拍卖一个没有啥价值的江南湾呢？嗨，您还别说，我的钱都是借我朋友的。这位就是我的朋友龙天。龙天一脸震惊，他知道王念爱说胡话，可没想这个时候他说话也是这么的不着调。罗书记直接看向龙天，礼貌的伸出手。你好，我叫罗永强，是绕城的副书记。龙天都快吓尿了，哆哆嗦嗦的伸出手。罗书记您好，我叫龙天。你家是做生意的吗？做一点石油生意。那就不奇怪了。王念，上次既然没能给你写成表扬信，既然你已经拍下了江南湾的地，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再弄一个填海批文，怎么样？此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2个千金大小姐直接惊呆了，因为他们刚刚跟我打赌，要是我能拿到填海批文，他们就替我付了买地皮的钱。真的吗？罗书记真的可以？会不会很麻烦？说完，他便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一个青年男子拿着一份文件来到了现场。罗书记接过文件递给了我，这便是江南湾的填海批文，已经全部给你办好了。我看了接过文件，果然是填海批文。罗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带把江南湾发展成绕城最繁荣最好的经济商业区。念念，那我就先告辞了，我很相信你，加油干！